最近 iPhone 15上市了，你会想把你的三星换回 iPhone 吗？我的答案是不会哦。Hello， 我是薛宁六，今天跟你们分享什么主题呢？那就是我自从换了三星的手机以后，我最常被问的一些问题，想透过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首先呢，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使用 S23 后，会再想换回 iPhone 吗？以及我曾经是 iPhone 的使用者，网友都会透过私讯来问我有哪些不适应，我都会透过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我使用的心得。可以点选下方的资讯栏，我都有针对不同的主题去做分类，你们可以点选你们想要收看的时间轴就可以咯。那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最常被人家问的问题就是，最近 iPhone 15上市了，你会想把你的三星换回 iPhone 吗？我的答案是不会哦。真的，目前我换到 S23 在手机的时候，比我想象中的适应的很好。我以为我很有可能会再换回 iPhone， 想不到我竟然没有欸。其实使用上我个人真的还蛮满意的，尤其是我之前的影片，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想换三星这台，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拍照功能，色彩的表现以及拍人像的感觉都是我很喜欢的，所以这也是用到现在我没有想换回 iPhone 的原因。那最常被私讯问的生态圈的问题，因为我曾经是苹果生态的重度使用者，一下子你要把你的生态圈换掉，例如说把你的手机换成 Android 系统，你的手机呢跟你的电脑因为系统不融合的关系，原本你习惯做的一些连结，它突然已经都消失了，比如像行事历、备忘录啊、复制贴上啊、AirDrop 等等。那这点我也必须承认是真的很方便，苹果生态圈的人一下子要把手机换到 Android 的时候会很大不习惯，但是因为我会觉得习惯这种东西就是养成就好了，虽然是真的比较麻烦一点，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没问题。很多人换系统不习惯是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改变，他也不想要这样的改变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觉得就不要换系统，因为我觉得一旦习惯了，你要改变你以前的习惯，它变成就是从零开始，那这个呢就必须要重新适应。那针对这一点呢，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还好，因为我很想要换手机，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就觉得没关系。那如果你是真的觉得你不太想要接受这些改变的话，那离开苹果生态圈这一点你可能就必须要好好考虑一下，因为它一定会是非常大的改变哦。然后再来就是呢 ，iPhone 的使用者，你跟你朋友或是你跟你家人都使用 iPhone 的话，最方便就是你拍完照片啊，直接开启 AirDrop 就可以到处传。但是你换到三星以后就没有这功能的嘛。那我自己呢，刚开始的确是不习惯，但是后来也就还好了。我就觉得，其实没有就算了，我也不会特别觉得说，没有这功能哦，那我又必须换回 iPhone 等等。我觉得它就是必须看你的需求，就是你到底这台手机你的第一优先需求是什么？像我的第一优先需求就是我觉得拍照必须好看，我想要拍照好看，然后快门快，然后颜色好看等等，这几点就是我第一优先考虑的，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要买三星这台手机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针对你们想要的考量去做排名，如果你的排名第一个优先 iPhone 才有的话，那你可能就还是继续买 iPhone。听说 Android 手机就是很容易会有卡顿的问题，就使用一段时间会卡卡的啊，会不顺等等。那针对这点，我觉得我目前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结论，我毕竟才刚用半年。那这半年呢，我也必须说我都有系统更新，手机也没有任何卡顿的问题，非常的顺，非常的快。那我之前是有听说啦，就是买三星的手机好像买旗舰机会有差，好像说如果你是买旗舰机种的话，不太会有因为更新而出现的卡顿问题。iPhone 的拍照也很好用啊，为什么你不会考虑换回 iPhone 呢？那其实我家人最近购入了 iPhone 15，就是我有试拍啊等等。那我后来发现三星有个非常强的功能，目前 iPhone 应该是没有啦。你们可以看这支影片，把后面的路人删除掉，它会利用 AI 运算的方式侦测背景的状态，把这些人物都去除掉。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用。它不管就是侦测你后面一些你不想要的人物，或者是桌面上你明明在拍一些美照，桌上你可能出现一个盖子或什么你不要的话，你用这功能都可以简单去除掉，根本不用另外开启美图秀秀。就觉得三星它原本内建出来的照片成果我就很满意了。
那以及我想分享3点呢，是我使用这个三星手机以后，我反而是回不去 iPhone 的其他附加价值。例如说，第一个我在这影片有分享到，就是跟一群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如果你要自拍，你的手机比5，它就开始倒数了，根本就不用另外设定倒数几秒钟，还要跑过去跑回来这样子，这一点很方便。再来第二个，一般人觉得这不是很重要，但对我来说很重要，那就是闹钟的声音。因为其实我以前使用 iPhone 的时候，我常常被闹钟的声音吓醒。它的闹钟声音非常大声，我觉得三星闹钟的铃声真的非常温和，而且就是很舒服。就是你在睡觉状态下，你是不会被吓醒的，是属于比较温和的方式起床。它虽然也会有一些比较快节奏的音乐，但是它不是那种比较高频把你吓醒的那样子。觉得铃声这是因人而异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原本 iPhone 这样铃声比较能叫醒他们，那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参考，这个附加价值是我喜欢的。然后最后的附加价值呢，就是指纹辨识。比起就是脸部辨识，我更喜欢指纹辨识，因为我觉得很方便，就手指只要盖上去就好了。如果你是买三星的手机，你有使用它的指纹辨识的话，我会非常推荐你直接到三星的官网去买他们的萤幕贴，官方的萤幕贴就是指纹解锁非常快。那因为我本身就是非常喜欢指纹解锁大于就脸部解锁，所以我觉得这附加价值对我来说是非常加分的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使用 S23 这半年来的心得跟想法。如果你是苹果生态圈的朋友们，最近正在思考想要换手机，那我希望这支影片呢，也可以给你们一些参考咯。好咯，那今天影片就这里咯。如果有从头看到完的你们，给你们个爱心。这样吧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这样。最近流行的爱心，蔡依林的麦当劳广告出现的爱心，送给你们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影片，按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